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说真的，全明星单项赛可以取消了。讲真，以现在单项赛的水平，没必要再浪费一天。鲈鱼觉得把全明星周末从3天缩短至2天会更为合理。例如，可以考虑取消技巧挑战赛，将名人赛与新秀赛合并安排在同一天进行，同时可以在新秀赛的中场休息时段穿插3分和扣篮的预赛，而将决赛移至正赛的中场休息时段。若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，直接取消单项赛也不失为一种选择，这样能避免全明星周末流程显得冗长乏味。此外，还能为老将们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，何必硬凑项目，让明明无趣的内容却非得违心的称赞为精彩绝伦呢？当然，如果日常比赛中的命中率持续低迷，那肯定是不合格的。像 CC 这样连及格线都未达到就敢于报名参赛，确实不太合适。预赛结束后，2届冠军仅以1分之差遗憾出局，无缘3连冠的壮举。最终入围决赛的是希尔德加兰与西罗。到了关键时刻，预赛中投出31分的希尔德，以及实战命中率在8位选手中名列前茅的加兰都表现失常，反而是西罗以1分的微弱优势胜出。不得不说，今年的3分大赛充满了悬念，赛前让人猜测的话，还真不一定能猜中结果。不过有悬念并不等同于能吸引眼球，缺少了水花兄弟的内战，库里与约内斯库的性别大战，甚至缺乏超级巨星参与，总让人感觉少了点看点。以往单项赛的高潮部分当属扣篮大赛，各路弹跳力惊人的选手纷纷闪亮登场。然而自从某年某位民宿不公正的打分事件后，扣篮大赛的吸引力与公信力瞬间跌至谷底。自此之后，报名参加扣篮大赛的选手水平大不如前。联盟为了挽救这项赛事，开始引进民间的奇人异事，但这一举措反而导致更多人的退缩，报名参赛的人数进一步减少。不信你瞧瞧那陪衬3人组，卡斯尔其实还算可以，勉强算是个有实力的配角。至于布特利斯和安德鲁·杰克逊，他们简直就是来混口饭吃的群众演员，就像是拍摄现场临时被拉来凑数的过客一样。因此，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屏幕前的我们，都感到相当无语。拯救当天收视率的当属扣篮大赛，无疑麦克朗毫无争议的创造了 NBA 扣篮大赛史上的首个3连冠纪录。尽管结果没有悬念，但其过程的精彩程度是前所未有的，尤其是他飞跃小汽车的那一幕更是震撼人心。他是从车顶上方飞跃而过，尽管在下落时麦克朗的左脚不慎绊到了车身，落地时也摔倒在地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这次扣篮的完美无瑕。回想起当年格里芬也曾推出一辆小汽车作为道具，但他只是从车头引擎盖上勉强飞过。在 NBA 仅有乔丹、理查德森、内特罗宾逊和拉文曾实现过扣篮大赛的2连冠，而麦克朗则将这一赛事推向了新的高峰。即便这是一场个人的独角戏，但它也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与全明星正赛不同，扣篮大赛的魅力并不在于赛制或参赛人数，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够拿出绝活的扣将。回想起2000年的扣篮大赛，同样在旧金山，当时勇士队的老主场进行，我们见证了卡特那历史性的表演。当时虽然只有6人参赛，但每个人都展现出了精彩的扣篮，因此这场大赛被载入了史册。拉文和戈登之所以让人铭记，正是因为他们在比赛中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，而麦克朗则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场表演。尽管扣篮中的卡斯尔也表现出色，但麦克朗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。他的4个扣篮动作每一个都获得了50分的高分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壮举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麦克朗甚至将难度最高的飞跃汽车动作放在了预赛的第1扣，这足以证明他爆棚的信心。奥尼尔表示愿意出5000万让48岁的卡特重现他在扣篮大赛上的标志性扣篮，后者幽默回应当地的医院在哪里。由于明年扣篮大赛是否还能见到麦克朗的身影目前尚难确定，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巩固自己在魔术队的主力位置，而非继续在发展联盟中辗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麦克朗所在的发展联盟队伍还打进了新秀赛的决赛。
NBA 为了提升全明星正赛的吸引力，可谓费尽心思，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增强比赛的对抗性，比如让得票最高的球星来选人组队，以及将最后一节改为目标分制，领先的一方只需得到24分即可获胜。然而，无论规则如何改变，全明星球员们似乎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比赛，新鲜感一过便迅速失去了动力。回顾去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全明星赛 ，NBA 又恢复了东西部对抗的传统，并取消了目标分制。然而比赛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，几乎变成了三分球大赛，两队共投进了47个三分球，东部队更是得到了211分，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得分突破200分的全明星队伍，双方总得分高达397分。如果继续这样的趋势，那么今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全明星赛，两队得分突破200分几乎是板上钉钉，总得分突破400分也几乎没有悬念。因此 NBA 特意邀请了库里参与讨论，双方花费了大量时间深入研究和探讨，试图找出全明星赛吸引力日渐下降的根本原因。基于这些讨论，我个人归纳出以下3点关键因素。球员们出于避免受伤的考虑，在比赛的前3节中往往不会全力以赴，他们减少身体接触和对抗，导致去年全明星赛的三分球占比竟高达58%。按照传统的48分钟比赛时长，全明星赛往往显得冗长乏味，前3节往往缺乏刺激对抗，观众容易感到审美疲劳，而第4节也往往要打到一半左右才稍显激烈。球星们对于为何而战感到迷茫，无论是被选入某一支队伍，还是代表东部或西部出战。尽管 NBA 提出赢球一方将为慈善机构捐款的激励措施，但这样的目标对于球员们来说显得过于模糊和遥远。综上所述，全明星赛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比赛时长过长和对抗性不足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缩短比赛时间来增强球员的竞争性。于是今年的全明星赛采取了全新的赛制，24名全明星球员被分为3支队伍，再加上从新秀赛中脱颖而出的冠军队伍，共4支队伍进行3场比赛。这里的每场比赛实际上相当于1节比赛，取消了24秒进攻时限，并设定了40分的目标分，先达到目标分的队伍即获胜。这样的赛制改革相当于将全明星赛切割成了3个紧凑的段落，每个队伍最多只需打原先半场比赛的时间。这样的安排既增加了比赛的趣味性，又减轻了球员的体力负担，同时还能激发球员的求胜欲望和荣誉感。ESPN 安排奥尼尔、巴克利和肯尼·史密斯进行选人组队，3人心有灵犀的分别组建了老将队、新星队和国际队，这实际上对应着巨星、潜力新星以及国际球星的阵容。在同样的2个半小时内，节目的内容丰富度显著提升。以往人们曾设想过多种全明星对抗的形式，比如国际球员与美国本土球星的较量，或是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对决，而现在这种形式被巧妙地融合进同一场比赛中，且时常保持不变。我坚信这种创新的比赛形式定能大获成功，并且有望长期延续下去。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，扣篮大赛原本只在吸引联盟中的跳跃高手参与，尤其是那些名声大噪的球员，比如昔日的乔丹、科比、卡特和麦迪。然而时代在变迁，现在的球员们更加珍视自己的职业形象，更不用说那些大牌球星了，谁还愿意冒这个险呢？毕竟参赛的收益远远低于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成本，赢了是理所当然，输了却要承受众人的围观和嘲笑，这又何必呢？就像那个动作迅猛如装了马达的莫兰特，试问他会否愿意参加呢？无奈之下，主办方只能转向征召年轻球员，但即便是这些年轻才俊中的佼佼者，也对扣篮大赛避之不及。例如以弹跳力著称的汤姆森兄弟，有过不愉快经历的猫哥，以及身体素质同样惊人的巴恩斯等人都选择不参赛，大家都不来，最后不就只剩下一些陪衬角色了吗？2000年1月出生的麦克朗如今25岁，如果他愿意，扣到30岁也毫无压力。这意味着只要他报名参赛，2030年前的所有扣篮大赛几乎都可以说是手到擒来。如果不希望看到他继续无限制的连贯下去，那么明年的扣篮大赛就得再寻找民间的扣篮高手来与他一较高下。既然如此，举办扣篮大赛的真正意义又何在呢？那么是否需要进行改革呢？实际上，对于单项赛的改革呼声一直存在，但过往的改革只是形式上的变化，并未触及其实质。你打算如何进行真正的改革呢？金秀赛和全明星正赛或许可以通过调整分队和赛制来注入新鲜感，但在单项赛方面确实没有太多行之有效的新方法。以3分大赛为例，即便增设花球或 Moneyball， 球员们仍需要
要将球投进才算数。至于扣篮大赛难度更大，因为前辈们已经展示过几乎所有的杂技动作，后辈们想要获得高分，往往只能重复经典或致敬前辈。这就像反复观看高分电影，总会让人感到乏味。再者，大牌球星不愿意参加就是不愿意参加，不能强迫他们参与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